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这一集我们前往河间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，凭吊汉末群雄之一袁绍。看这片枣园开的还挺好。170米后到达途经点附近。这个右边这个。这里就是前高龙华村，这里发现的古墓。这个是在2008年的时候被河北省人民政府被认定为是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就是袁绍的墓。袁绍墓封土高大，高8米，占地1510平方，形状呈椭圆形。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大哥的。袁绍占领冀州期间，重用为人正直的沈佩等人为幕僚，施政宽厚，河北百姓念其恩德。相传冀州百姓闻听袁绍死讯后，无不泪洒街市。1800年来，古墓也保存完好。时至60年前，该墓墓顶土方塌陷，出现了一深洞，洞底可以见到青砖垒砌的拱形门，门内有水流动，冰冷异常。后来考古专家探知，原来这是高明的防盗手段。第一层为青砖修砌的防盗木层，穿木层而过的溪水是为了防盗而设的。第二层是地宫层，是墓室所在之处。不幸的是，袁绍古墓还是被盗贼盯上了。据说这儿的砖这些都是从那个古墓室里边被盗出来的。2009年5月中旬，盗墓贼把袁绍墓的封土层给炸开，当地文物部门和村民第二天发现后，及时回填盗洞。2010年3月，此墓又发现被盗痕迹。万幸的是，这几次被盗发现都很及时。现在袁绍墓已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墓地旁，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在给枣树林浇水的大哥，他和我们聊起了古墓往事。这里头有木头，没人多，刚才进去过。也倒了好几回了，那都花没了，黑人能玩就没人玩也黑也不行，太可惜了啊！小的啊，这玩意儿就挖出来了，那个老式的那个小死人啊，石人什么的，哎，对，木下就那个，这砖都在里挖出来的。还有那么块的吗？那么长的。不是跟咱现在那块都不是，这个老砖。就刚才，还真是不知道。这个我看过立的碑，咱市政以后准备说是开发了。我不是准备看，到以后没有一关这玩意儿，给你这玩意儿摆着粽子。原来这有这个包粽子这哈，那个石头的。从以后传给这个的。看那边这里边大炕在这里。那时候那是关，现在一拉土给拉的。原来这玩意多大个了？这和地净单位对上的。小时候在这上在这面，大架子挖的跟那树这么高。大架子搭的跟树那么高啊。架子边上还有好多石头。那大架子那小孩们拉上去蹬上去玩一特的，上这玩。现在都没了。都全没了。过了文化大革命，都没了。这关这玩意儿，这才关多少年？原来也开始关老大个的，老大个干啥的？那点一凑远多少村了？现在你凑远了，就属于这，你哪看不见了？现在最起码也得有2米，得有3米深高了嘛。这底下木石了，得有3米深啊。
那些年俺们那时候，俺那我有这玩意儿，那个我取药，我这取药嘞，治病，真治那院头啊，精神啊，那院头上坐的些精神，围着取药。啊，跟着取药，是取这儿的土当药，还是拿什么的？不是取的土啊，那必须说法，有说出有神有鬼的。啊，带着就能治病，对啊跑过来，在这待下了。啊，说周围坐了好多人啊。在过去咱听老人们说啊，过3月3啊，就是春天这个3月3，都往这来烧香来。哦，都往这烧香来。这一话得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。就说烧香磕头啊，都以后就完了，一闹明当就。对，这玩意儿。我哪回？行，对，我这玩意儿行。我们看一看。咱们拿这玩意儿来没？啊，原来说是那个茅台酒，茅台酒老董，姓袁的，想修这个玩意儿，想修这个墓，哎，茅台酒董事长啊，想修这玩意儿，啊，到一回没修，啊，这树这不是人家又栽了吗？原来这树俺们都朝这给刨了，刨了。我反说那个人也不手笔了，也不怎么回事，咱都不知道了。这不那给拿监控了吗？那监控还拿上了。啊，没成功。那边还修了一个东西。哎，那上面都拿监控。啊，都装了监控了。那电杆上面都。啊，都装了监控了。拿监控了。嗯。到以后也没实现了。完了，不是又栽上单户又栽上树了吗？是。要在这院头就凿出来。这是枣树是吧？这是杨树。杨树。这是杨树。这是杨树。不今年这不有新栽杨树了吗？他又栽杨树了。咱这附近就产枣。对。哎，他说一开发就是这一块地整个都得扔过来。啊。我干嘛用啊？没说。俺们原来计划俺们村上修这个道，这不才修了吗？啊。原来说修个弄村里是完的全道。啊。不让修。啊。别修。按这个古老，他把这拿古老走，那就转到村里转到。给修以后不是就古老了？结果也没成功呀。行。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哎，慢着啊。然而，我们不禁好奇，袁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真的如书上所说，是一个成事不足的废物吗？袁绍登上的第一个历史舞台是担任反董卓关东联盟的盟主。话说董卓进入洛阳后，想废掉少帝，袁绍当面反对。卓谓绍曰：“庶子，天下事岂不决我？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？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？”绍曰：“天下见者，岂为董公？”引佩刀横衣而出。这段记述形象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舞台剧。董卓按着剑柄呵斥袁绍，威胁袁绍：“你不听话，你以为我的刀不够锋利吗？”而袁绍则直接硬刚：“天下豪杰，难道只有你董公？”然后把佩刀一横过来，向众人鞠躬离开了。袁绍这份不畏权势的豪情，使得他成为抗董的天下人望之极人主。而发生于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，史书上将其当作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，对曹操极尽赞美之词。而对于袁绍，则以荀彧的评价盖棺论定：绍貌外宽而内忌，任人而疑其心，持重少决，实在后继，与君宽缓，法令不利，士卒虽众，其实难用。袁绍
真的如此不堪吗？袁绍第一个被人诟病的是外宽而内忌，不会用人，听不进正确的意见。在袁绍集团讨论征讨曹操时，沮授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兵役无敌，袁绍如果出兵必败。事实上，袁绍最后也是兵败，由此史书上纷纷鄙视袁绍不会用人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公元196年，袁绍基本拿下了青、幽、并、冀4个州。到官渡之战之时，袁绍集团已经养精蓄锐好几年了。而曹操在196年奉天子以令不臣，势力范围由兖州迅速扩展到兖、豫、徐、司4个州。虽然曹操此时也是4个州，但是曹操连年疲于用兵，且新占的地盘还不稳定。这个时候，袁绍力量明显比曹操强大，要不然官渡之战也不能成为曹操以弱胜强的经典之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此时袁绍不听沮授的意见，执意进攻曹操，能说他是错的吗？现在不打，难道等曹操扩展到6个州或者8个州的时候再打？袁绍第二个被人诟病的是持重少决，不会把握时机。199年12月，刘备反出曹操，占领徐州，并主动与袁绍联系，合力攻曹。此时田丰劝说袁绍：与公争天下者，曹操也。操今东击刘备，兵连未可促泄，今取军而袭其后，可一网而定。绍此以子急，未得行。田丰的意思是，曹操重兵南征刘备，此时是大举进兵的良机。但袁绍说孩子生病了，现在没有心情打仗。史书都说袁绍这是拿军国大事过家家玩呢。而曹操听到袁绍这番言论后，就放心带着主力，在200年2月出征刘备。此时袁绍已经进军黎阳，派大将郭图、淳于京、颜良进攻白马。实际的情况应该是，袁绍当时的盘算是想让曹操和刘备先打一打，鹬蚌相争。袁绍只是想当一回渔翁而已。毕竟在曹刘开打时，他的大军也已经进攻曹操了。只不过刘备一触即溃，太不经打，一点没有拖住曹操的脚步，应该是他始料未及的。袁绍第三个被人诟病的是他不会带兵，士卒虽众，其实难用。在大将颜良、文丑被关羽斩杀，袁绍先锋军锐气尽失的情况下，公元200年8月，袁绍军主力来到官渡主战场，绍起土山设营中，营中兼盟而行。意思是袁绍堆起土山，从高处向曹营射箭，曹营中的士兵需要蒙着盾牌走路，以至于几乎没有打过败仗的曹军都出现了畏惧之色，最后逼得曹操几乎断粮。这就是官渡之战，除了最后一战，一路基本上都是袁绍压着曹操打。这么看，说袁绍不会带兵，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。当然，这场战役最终因许攸倒戈，曹操奇袭乌巢而成功翻盘。逐鹿失败的袁绍，如今静静地躺在这无名林地下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何计身后平。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沧州黄化市，游览伏低古城，沿着渤海湾公路去看潮起潮落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